你敢相信吗？一向财大气粗的央企国企也顶不住了。12月11号，宁波市人社局和住建局就紧急召集了20家央企项目负责人开会，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因为这些央企项目欠薪问题太严重了。你们可能会说，不会吧，堂堂央企怎么会欠薪呢？但事实就是这么魔幻。让我给大家算算账。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，2024年第一季度，各大建筑央企的经营性现金流全部都是负数，净流出金额高达3367亿。什么概念？这比2023年一季度的数据还要糟糕得多。简单来说，这些央企虽然在疯狂抢项目、签大单，但是钱都收不回来。有意思的是，你去看新闻报道，这些央企天天都在高歌猛进。今天中某局中标1000亿大单，明天中某局又拿下几百亿项目，可是真实情况呢？连基层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但更让人震惊的是，现在不光是农民工在讨薪，连央企的中层干部也开始讨薪了。以前你在工地门口看到的都是农民工兄弟举牌子要钱，现在倒好，穿西装打领带的项目经理也加入讨薪大军了。我们来看看几个真实案例。中建某局的一个项目公司因为资金紧张，直接宣布暂停发放一线管理人员工资。有人已经8个月没拿到工资了，你敢信？更夸张的是，有应届毕业生入职到现在连第1个月的工资都没见着。还有央企设计院的情况更惨，一位员工爆料说，现在工资直接降到3000块，很多项目组直接被砍掉了。别以为你有1级注册建筑师证就能保住饭碗，照样得喝西北风。这些企业现在玩起了新花样，叫管理岗位暂停发薪。他们还美其名曰让员工要珍惜工作机会，跟企业共度难关。我想问问你，让员工1分钱不拿，拿什么共度难关？喝西北风度日吗？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央企突然就发不出工资了吗？因为这些企业现在都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——垫资承接项目。说白了就是先借钱干活，指望后面能收回来。但是现在呢，项目接是接了，可钱收不回来，银行又不给贷款了，自然就只能拖欠工资了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情况在未来只会变得更糟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2024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，光是几家主要建筑央企的现金流缺口就达到了3367亿，这个窟窿比2023年同期都大了不少。这就好比一个人明明已经负债累累了，还在疯狂借钱买，你说这不是作死是什么？所以啊，现在的央企真是处境艰难。以前人人都说进央企是金饭碗，现在看来这个金饭碗也开始漏水了，不仅漏水，都快碎了。最近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末位淘汰政策，说是要在明年实施。但你们猜怎么着？很多央企员工根本等不到被末位淘汰那天，就已经被迫主动淘汰自己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来看一份流传出来的内部文件。这是中国铁建投资集团的降薪通知，这家可不是小公司，在世界500强里排第43位呢。他们从今年8月份开始就大刀阔斧地砍工资了。什么招数呢？月度绩效工资砍1半，资格证书补贴全停。你说中国铁建这种级别的央企都扛不住了，其他企业能好到哪去？我给大家算个账，一个正常的央企中层干部，以前月薪大概2至3万，现在好了，先把各种补贴砍掉，再把绩效砍半，1个月到手能剩1万就不错了。还有更惨的，一些央企设计院的资深工程师，现在工资直接砍到3000块，这还不如送外卖呢。有个业内人士给我透露了央企降薪的潜规则：第一刀，先砍补贴，什么证书补贴、高温补贴、加班费，统统没了。第二刀，降绩效标准，把考核分数往死里压。第三刀，
砍基本工资，一直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，最后一刀干脆就拖欠工资了。但是降薪还不是最可怕的。一位央企内部人士告诉我，现在各大央企几乎都不招人了。你们想想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现在的员工得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，还拿着被砍过的工资。央企裁员的手段比民企可要精妙多了，他们擅长玩温水煮青蛙的把戏。先是天天开动员会，念叨什么降本增效，给员工制造心理压力。接着就开始搞内部竞聘，把不想裁的人调去好岗位，想裁的就打发到边缘部门。最后还要来个末位淘汰制，领导想整谁，分分钟就能把业绩考核打成末位，逼得人不得不主动离职。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，根本不用直接裁员，想走的早就默默收拾东西走人了。有个人告诉我，现在到处都在传末位淘汰，但其实很多人早就被逼走了。就拿我们部门来说，去年30个人，现在就剩18个，工资还不到以前的一半。更让人寒心的是，一位在央企干了15年的老员工说，以前我们这工资虽然不算顶尖，但胜在稳定。现在呢，又降薪又裁员，关键是一点补偿都没有。你不主动走，就把你调去最偏远的工地，每个月就给你开最低工资。这和变相裁员有什么区别？最近网上有个段子传得很火，现在的央企不是在降薪，就是在降薪的路上，听起来像是笑话，但比笑话还要魔幻的是，这居然是真的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央企再差也不会倒闭吧？我可要提醒大家，这可不一定。你们还记得前几年那些永远不会倒的房企吗？现在呢？所以啊，在市场面前，谁都别觉得自己能例外。让我们来算个更大的账。2024年一季度，几家主要建筑央企合计签下了超过2万亿的新单子。但你猜怎么着？这些项目基本都是靠垫资承接的。也就是说，企业要先自己掏钱或者借钱去干活，指望几年后能收回来。问题来了，现在的市场环境下，这钱真能收得回来吗？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。前段时间，某央企在江苏淮安接了个14.4亿颗芯片的封装测试项目。结果呢，37个农民工现在正在上访讨薪，金额高达364万。这还只是一个小项目的农民工工资，你们想想，那些动辄上千亿的项目得拖欠多少钱？更可笑的是，这些央企现在玩起了皮球游戏。啥意思？就是项目经理欠了工资就调走，换项目经理 B 来 ，B 也解决不了，就换 C。最后呢，钱是一分没发，但领导们倒是都升官发财了。说到这儿，我不得不提一个关键问题：为什么这些央企非要去接这些垫资的项目呢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保壳。什么是保壳？就是要保住上市公司的壳，保住那些好看的业绩数字。所以他们宁可去接那些明知道可能收不回钱的项目，也要把营收数字做上去。这种空转的恶果正在逐步显现。最直观的就是人才大量流失，央企里那些最优秀的人才都在悄悄往外跑，毕竟谁也不愿意一个人干着好几个人的活，却领着被砍了一半的工资。与此同时，企业的债务也在飞速积累，光是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欠款就已经到了天文数字，这些迟早要还的债务正成为企业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。更糟糕的是，这种恶性循环已经开始摧毁整个行业的生态。当这些央企都在玩垫资的游戏时，那些想老老实实做项目的企业只能面临2个选择：要么被迫跟着一起玩这种高风险的游戏，要么就直接被挤出市场出局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向其他行业蔓延了。有数据显示，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40%的国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薪或欠薪现象。一位央企老员工跟我说过一句话：
我觉得特别扎心。以前我们总说进了央企就是找到了铁饭碗，现在看来，这个铁饭碗已经锈得差不多了。所以说啊，现在的很多央企表面上看着光鲜亮丽，天天在那喊着高质量发展，实际上内里已经是千疮百孔了，就像是得了重病的病人，还在强撑着打扮的人模人样的。但市场是最无情的，它不会因为你是央企就对你网开一面。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，我真担心未来会有更多的央企暴雷。到那时，可就不只是工资发不出来这么简单了，